一加9 Pro、OPPO Find X3 Pro 这两个品牌关系非常密切啊，不用我说你们都知道。既然他们两个选择同时期上市并且相互竞争，那我们就拿来对比一下。先一起投个票，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大家心中谁更好看一些。认为一加好看的可以打1，认为 OPPO 好看的可以打2，剩下的都好看都不好看的可以打3。今天对比的两台手机，一台是一加9 Pro， 另外一台是 OPPO Find X3 Pro。这两台手机的关系恐怕大家都知道了吧？亲生的，没错，亲生的。只不过这两台的加持不一样，一加这边呢是哈苏加持，Find X3这边是姜文加持。不过我们不用对比这两台手机的噱头啊，我们肯定更关心他们两台手机的光学能力怎么样。欢迎观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长长。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如果你和我们一样期待这期节目的话，记得先赞再看哦，还要记得关注我们哦。那我们下面呢，先看一下这两台手机拍摄的精彩样片，之后我们会详细对比它们每颗镜头在光学上面的表现怎么样。一加9 Pro， 别看后面是4个小窟窿，但它实际上是3颗干活的镜头，有一颗是黑白的凑数镜头，3颗镜头依次是超广角、主摄，还有3倍的中焦，没标出来那颗就是黑白凑数镜头。Find X3 Pro 看上去是3颗镜头，实际上它是4颗工作的镜头，分别是超广角、主摄、2倍镜头，还有一颗显微镜头。一加9 Pro 的3颗镜头焦段变化啊，如这段录屏所示，而且变焦画面比较顺畅。OPPO Find X3 Pro 在变焦画面中虽然说有4个选项，看上去跟4个镜头似的，但实际上它最后一个5倍是2倍镜头的数码变焦，它不是一个5倍镜头。下面我们就将详细对比这两台手机每颗镜头的成像表现怎么样。那咱们先说主摄，两台手机的主摄参数都列在这里了，区别嘛不大，但是它们都不写等效焦距在照片的信息里。看对比样片 ，X3 Pro 的色彩更浓郁一些。放大中心看细节，虽然一加的锐化明显一些，但确实是细节看上去好像强一些，而且宽容度高一些。再看边角细节，甭管是不是锐化的缘故一加的边角画质看上去确实比 OPPO 的强一些。再看下一组对比样片，还是 OPPO 的色彩更浓郁一些。放大中心发现还是一加的宽容度更高一些，并且由于锐化的缘故，看着细节比 OPPO 的强。再看边角画质，我个人还是觉得一加的细节更多一些。虽然两个主摄在边角画质上都有下降但是一加的锐化之后看着确实是更强一些。在我们以往节目的回复中，我发现很多人对锐化嗤之以鼻，觉得锐化非常不好都锐化成什么样了。但是就实际样片效果而言，你们可以自己判断，到底是锐化好呢，还是锐化不好呢？这点还是个人说了算，欢迎在弹幕和下面的留言中说出你的看法。再看两台手机主摄的超清模式，放大中心看细节，确实是一加的超清模式更清晰一些。再看超广角的对比，两个镜头的硬件参数看起来好像完全一样，臭毛病也一样，都在照片信息中不写等效焦距。从样片上看，还是 OPPO 的成像风格更浓郁一些。放大中心看画质，两台手机的超广角、中心画质还都是不错的，而且不相伯仲。那就比边角画质。一加的边角画质除了有紫边，但成像还是不错的。OPPO 这边没有紫边，但成像清晰度没有一加好。在这组超广角的对比样片中 ，OPPO 的成像偏红，一加的偏青。色彩方面不用问谁的准谁的好，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就说过色彩方面没有一定的准，没有一定的好，各家的颜色风格都是偏色偏出来的，就是所谓的这味儿那味儿，而且颜色拍完之后还可以调，最终的评定结果还是各位看官您说了算，您觉得哪个好哪个就好。咱们还是接着分析超广角样片放大中心对比，跟刚才一样，依然是中心画质两台手机差不多。再放大边角，还是一加的看上去强一些。超广角也有高像素模式，成像风格上依然是 OPPO 偏红，一加偏青。
分辨率方面，放大中心对比，还是一加的更清晰一些。两台手机的超广角都能稍微充当一下微距镜头使用。在这组花卉的微距对比当中，前面偏轻的一加反而更艳丽、更红，这点跟前面正好反过来。离得再近些 ，OPPO 就完全对不上焦了，而一加还能拍清楚一些，所以两台手机的超广角最近对焦距离上是有区别的。再看中焦镜头，一加这边是3倍镜头 ，OPPO 这边是2倍，但都属于中焦焦段镜头。参数差别方面，就是一加的感光器更小一些，像素更小一些，光圈一样，然后焦段更长一些，支持光圈防抖。OPPO 那边不支持光学防抖。先看2倍的对比样片，一加是没有2倍镜头的，它是主摄数码变焦拍摄。放大中心对比，2倍数码变焦的一加在解析力上是无法抗衡 OPPO 的2倍光学镜头的。再换一组2倍样片对比，放大看细节，肯定还是2倍的数码变焦敌不过2倍的光学镜头。再看3倍镜头对比样片，这回轮到 OPPO 数码变焦了，因为它没有3倍镜头，它是2倍数码变焦完成的。放大对比，别看一加的3倍只有800万像素，而 OPPO 的2倍是1300万像素，数码变焦3倍后依然打不过一加的真正光学3倍镜头。再换一组3倍的样片对比，结果依然如此。别看一加的3倍光学镜头像素少，在成像质量上依旧可以战胜 OPPO 的高像素2倍镜头在数码变焦之后的成像质量。OPPO 还有一颗显微镜头，还自带补光灯，在这点上一加就没得比了啊！虽然 OPPO 这颗显微镜头像素比较低，而且感光器面积比较小但是它有啊。这颗镜头可以随时拍摄您身边物体的微观视角。具体用法呢，在 Find X3 Pro 那期节目中我们已经介绍了。这颗镜头确实很有意思。如果您是个有心人，您可以在方寸之间拍摄无数的微距照片，甚至您可以用穷尽一生的时间来拍摄自己的家，我估计都拍不完。但是我们的节目呢，还是鼓励您多出去走走多到户外摄影，锻炼锻炼身体，晒晒太阳，对健康有好处。人像模式对比，两台手机的人像模式都有2个焦段可以选择。先看中焦的对比。一加的肤色我感觉好一些有没有人喜欢 OPPO 的这也无所谓投个票吧，喜欢一加的打1，喜欢 OPPO 的打2。抠图方面，一加在头发的地方抠得比较好其余的地方两台手机都差不多了。整体看呢，一加的背景虚化的更虚当然是模拟虚的而且我还是喜欢一加的这个偏白的肤色，是不是我比较传统就喜欢白的。再看广角端的人像效果，一加这边有背景虚化，而且肤色比较好看。OPPO 那边没有模拟出镜深，而且肤色更红了，肤色的差距这回更明显了。一加的抠图失误比较明显 ，OPPO 那边的全失误反而看起来跟没失误似的。前置镜头由长征来为大家介绍。一加前置是1600万像素，默认输出1600万像素照片，光圈 f2.4。OPPO 是3200万像素，默认输出3200万像素照片，光圈也是 f2.4。相对来说，我觉得一加的功能比较简单，但是够用。它美颜只能调1级、2级、3级，日常来说其实已经可以了。毕竟如果想认真自拍，都会用美颜相机。那 OPPO 这边呢，人像模式里还有一些选择余地，磨皮、瘦脸、补妆之类的。也是日常差不多够用，就稍微丰富一点。在人像模式大光圈里呢，两边的表现都差不多，那一加相对更自然一点。宽容度和动态范围的对比，这项我们主要比超广角和主摄，因为这2颗镜头都属于广角镜头，它更容易收录各种大光比的场景。那咱们先看主摄的，从对比样片中可以发现 OPPO 的暗光细节还原的比较好，高光部分一加表现的比较好一些。再看下一组，依然是一加的高光部分表现的好，阴影部分依然是 OPPO 表现的好。再看超广角对比，这组跟主摄一样，一加是亮部表现的好一些，而 OPPO 是暗部的细节表现好一些。在这组样片中，两台手机在宽容度上的成像风格可以说体现的比较淋漓尽致了。一加在亮光方面表现的比较好， OPPO 在暗光方面表现的比较好。相比之下，虽然 OPPO 在亮部的表现稍差，但是它天空的颜色表现比一加要强。夜景的对比还是分2部分，一个是直出模式，一个是真正的夜景模式。先看主摄的直出模式，从样片的观感上看，一加的亮度方面比 OPPO 的强。放大后发现一加的噪点更多， OPPO 的更纯净一些。清晰度方面是一加更强，但也许是我手抖。那咱们还是看下一组对比。在这组对比中，一加的眩光稍微大一些也许是角度的问题。OPPO 那边也有眩光，颜色上依然是一个偏青，一个偏红。放大后发现，这回一加在解析力上就没有优势了，反而噪点还是比 OPPO 的多。那看来刚才那组就是我手抖了。
这样片还是得多拍呀，一组样片不能说明问题，还就得勤快啊，要不然对不起各位看官啊。再看超广角的对比，这两台超广角的参数非常相近啊，几乎就可以说一样，所以说它在夜景表现上也几乎差不多。放大之后发现依然还是差不多。那咱们看下一组，这组超广角样片跟主摄一样，还是一个偏青一个偏红，放大之后效果还是差不多的，也就是颜色上的区别。超暗环境，两台手机的主摄用起来还行，一加的看起来更好一些。超广角方面就都有点吃力了，如果要说更好的话，还是一加稍微强一些。都到了极暗环境了，那就打开夜景模式吧，一加的亮度更高一些。这是直出模式的效果，这是夜景模式。超广角的夜景模式也是一加的更好一些。这是所谓的直出模式啊，这是夜景模式。但要说明的是，这两台手机在黑暗的环境下都没有真正的直出模式，按下快门后都需要等几秒，也就是一个小夜景模式了。看完前面每颗镜头的光学表现，咱们看看拍摄录像时候的防抖表现怎么样。现在看的是主摄镜头拍摄的画面，两台手机表现的可以说不相伯仲。超广角的白天表现也非常接近啊，也是能不接近吗？它硬件基本相同嘛。主摄的夜景表现，一加的亮度更高一些，但是防抖没有 OPPO 的稳。果冻效应上，两台手机都比白天的差很多。超广角的表现上，虽然 OPPO 的亮度低一些，但是效果明显强于一加9 Pro。无论是防抖还是果冻效应啊，都是 OPPO 的要强。到了极暗环境，主摄的表现一加9稍微强一些啊，虽然说也拍不出什么来，但确实比 OPPO 强，底大一些就是管用。超广角在极暗环境就安能辨我是雌雄了啊，就都一样了。工业设计方面，开头大家都应该投过票了，好看与否这就是个人说了算了。OPPO 这边非常的现代，一加这边看着有些工业风。拿在手里的感觉，两台手机的手感都不错，一加更厚一些 ，OPPO 做的更薄。重量方面，两台手机倒是差不多的。从屏幕到处理器到内存，两台手机的硬件参数都非常接近。同样，两台手机的指纹位置也都非常低，用起来有点别扭。游戏性能啊、跑分啊、续航啊这些，我相信大家都比我们清楚了。而且这都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特点。一加9 Pro 在照片的锐化上，相较于其他手机有些过度了。但对比 OPPO Find X3 Pro 确实在解析力上强上一些，这也许就是锐化的好处。虽然两台手机的超广角在硬件上看似一致，但一加9 Pro 的最近对焦距离更优，可以更好的拍摄微距画面。OPPO Find X3 Pro 拥有一颗独特的显微镜头，在这方面也算是独步武林了。它能拍摄的内容也是其他家手机望尘莫及的。中长焦方面，两台手机在各自拥有的焦段上都能战胜对方。日常录像上 ，OPPO Find X3 表现稍微好一些，但一加9 Pro 的 4K 120帧录像也算是它的杀手锏。看完上面的节目呢，我相信你们应该对这两台手机的影像方面的差别心里比较清楚了。那希望我们的节目对你在选择方面也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记得点一个赞，点一个收藏，点一个关注，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鼓励我们，来继续产出优质的内容回馈大家。没错。那本期节目呢，先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